俄北之战可能比大家想象的更早发生。德国联邦国防军支援司令部司令杰拉尔德·冯克中将在接受《泰晤士报》采访时警告，俄罗斯与北约的冲突可能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近得多，甚至就在未来的2到3年内。为了备战俄罗斯，挪威、波罗的海3国等已经开始秘密或者公开地制定战争动员计划，比如征用私家卡车，到把民用医院改成伤兵转运站，甚至要在欧洲搞一个坦克版申根区。那么俄北战争会如何发展？北约又做了哪些应对方式？我们平时看战争电影，高潮大多是飞机对战或者是坦克对轰，比如阿汤哥的《壮志凌云2》，一架 F-14熊猫干掉了2架苏57，画面相当刺激。只是电影仅仅是电影，现代战争决定胜负的是物流。德国现在就面临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头疼的任务——重构后勤体系。在冷战时期，德国是前线，美国大兵驻扎在德国，坦克就在车库里。但现在，北约的前线已经往东推到了波兰与波罗的海3国，这就意味着德国从前哨变成了物流中转站。如果俄罗斯动手，几万名盟军部队得通过德国调往东线。问题是，现在的德国铁路大家懂的，晚点是常态。如果这时候再来一波网络攻击、导弹袭击，把关键的公路和铁路桥炸了，这几万部队怎么过去？走不过去吗？冯克提出了一个很硬核的要求，德国必须作为后勤枢纽，在任何情况下保持顺畅。为了实现这一点，德国军队已经和德国铁路签了生死状，只要军方一声令下，德国铁路必须在3天内能够提供拉坦克的火车。简单来说，这是要把整个德国变成一个超大号的亚马逊前置仓，而且这个仓库还得在导弹雨里正常发货。不过说句客观的，德国将军这时候出来喊话，也有可能是哭穷要预算。虽然德国现在的军费在涨，但离那个能扛住俄罗斯第一波冲击的后勤枢纽还有一点距离。除了后勤，德国还面临救援的问题。按照冯克的说法，德国联邦国防军有5家军事医院，总容量大概只有1800张床位。现在的乌俄战争，俄罗斯一天的伤亡就上千了，俄北战争的规模恐怕更大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仗打2天，德国的所有军医院就全满员了，第3天的伤员就没地方去。于是德国祭出了民转军的大招。德国支援司令部已经和卫生部把全德国的民用医院划成了4个战争集群，一旦进入危机状态，这些民用医院将瞬间转变成战地医院，保留大量床位给前线拉回来的伤员。不过想要实现以上这些，德国还面临一个问题：法律。在德国的法律框架里，要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或者国防状态，需要议会2/3多数票通过。以现在德国政坛这种4分5裂的状态，能源补贴都能吵半年。真要急事儿，这2/3的票能不能投出来，或者说能不能快速通过，还不好说。这种和平时期的法律思维已经过时了。在现代混合战争里，和平和战争的界限已经模糊了，非要等到开战才开始投票，那就有点晚了。除了德国，欧洲其他国家也已经为俄北之战做准备。波罗的海3国计划打造一个坦克版申根区。1月底，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、拉脱维亚、爱沙尼亚在塔林签署了一个协议，要创建一个统一军事机动空间。爱沙尼亚国防部长哈诺佩夫库尔吐槽说，现在北约军队过境简直比登天还难，哪怕是参加个演习，文书工作都能堆成山，坦克在边境等盖章等的花都谢了。而在危急时刻，每1小时都是决定性的。于是他们提出了军事申根区的概念，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去官僚化。一旦有事，立陶宛的装甲车可以不用办理任何手续，直接开进拉脱维亚保卫里加，爱沙尼亚的火炮也可以瞬间支援维尔纽斯。火地军觉得这个坦克申根区其实就是一种生存本能。波罗的海3国太小了，没有战略纵深，如果支援部队被卡在海关盖章，那等印章盖好的时候，国家可能都没了。另一边，瑞典、挪威、英国也有新举动。瑞典最高军事指挥官迈克尔·克莱松在安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假设，俄罗斯可能会突然出手夺取波罗的海北部的一个小岛。不过克莱松认为，俄罗斯夺岛的目的不是为了领土，而是为了恶心北约。莫斯科可以找个借口，比如保护海上交通安全，或者确保航行自由。他们占领个岛，在那架起防空导弹和岸炮，然后看着北约，你打不打我？如果你打，那就是全面战争；如果你不打，那北约第5条共同防御条款就是一张废纸。北约的信誉会瞬间崩盘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的小型导弹舰阿穆尔号已经通过内陆水道，从里海偷偷摸摸调到了波罗的海，靠近圣彼得堡。而这种船虽然小，但能带巡航导弹，这就是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布置的带刺的小鱼。另一边，挪威武装部队已经通知了数千名公民，如果战争爆发，你们的财产包括卡车、铲车，甚至是特定的土地，都可能被军方直接征用。
这在北极这种极其看重私有财产的地方，简直是破天荒的消息。原因很简单，在现代混合战争里，军队自带的那点民用设备根本不够看，修跑道、修工事、拉补给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。除了这些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也没闲着，刚在挪威的峡湾里搞了一场为期10天的北极演练，目的就是测试在极寒条件下怎么维持大规模的两栖作战。看上去没什么，不就一个演习，但这里面有个重点。当英国和挪威开始在北极圈里演练维持补给线时，说明他们已经把战线预设到了这种极端环境。罗马尼亚也开始行动了，他们紧跟波兰的脚步，引进了美制的梅罗普斯反无人机系统。这种系统很有意思，它是装在皮卡车上的拦截机，在基础设施被毁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使用。总的来看，以上这些其实就说明了一件事：乌俄战争撕开了欧洲长达30年的和平幻觉。以前大家觉得打仗就是美军的事儿，或者随便扔几颗炸弹，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俄北之战不是军人的事情，而是每个人的存亡。欧洲正在从冷战结束后的职业化军队模式转向举国动员模式。有意思的是，欧洲搞了半天一体化，最后发现最需要一体化的竟然是坦克，多少有点幽默。当然，不管怎么说，战争往往在你觉得它最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敲响你的房门。最好的防守永远是让对方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一切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觉得德国这种把全社会都装进战争机器的做法能不能吓退普京？欧洲的准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